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连续9天拿下收视冠军，久违的谭松韵一出手就是国剧天花板。你晓得谭松韵不？再次现身时，她已成了耿耿于怀里的耿耿。这一年，她都快30岁了，却还跟19岁的刘昊然一块演起了青春校园剧。15年的时候，旋风少女火得不行，整整一个暑假都特别火爆，没人不知道，也没人不喜欢。然而谭松韵演的范小莹，人气竟然比主角都高。在这部剧里，范小莹这个角色设定仍然是17、18岁的小姑娘。19年，这位姐总算挑战新的角色设定了，不再扮演小女孩。她通过锦衣之下和大家相见，演的是英姿飒爽的女捕快。真没想到，这部剧居然火了，而且女主角一下就斩获了华鼎奖。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，别管相貌上的长处，她照样可以大放异彩。看来啊，咱们一直都把她看低了。后来啊，谭松韵出演了《以家人之名》，在这剧里，30岁的她给21岁的宋威龙当小妹，没啥违和感，感觉这个角色就是专门为她打造的，换成别的女演员都达不到这种效果。成绩最能说明问题，凭借《以家人之名》，她同时进入了华鼎奖和上海白玉兰奖的评选。她越活越年轻，堪称娱乐圈逆龄生长的头一个。15岁的时候，她就开始演戏了，到现在，她出道都有18年喽。然而，作为主演参与的剧只有4部，差不多平均4、5年才有一部作品出来。别瞧谭松韵做事效率不咋样，这么多年了，她的人气一直是只多不少，稳稳的往上涨。正应了那句话，作品数量不多，好在质量精。距离她上一部作品《以家人之名》的推出，已经有2年啦。到了第2年快结束的时候，她总算行动了，不行动还好，这一行动就霸榜整整9天。前不久，谭松韵和王凯一起出演了正能量影视剧《向风而航》，不但在腾讯能点播，还在中央8套播出了。这剧开播以后，在好几个平台都一直占据榜单前列。向风而航能够成为国剧经典，不光是主角有影响力，幕后人员的精心打造也功不可没。题材很新奇，从这个故事的开场起，就肯定是个好故事，能吸引人的目光。到现在为止，电视剧差不多全是一个样的套路，以男女主谈恋爱的过程为主线，中间还弄些特别狗血的东西，根本没法从中获得啥正面的引导。人设简直太常见了，全是千篇一律的，不是傻白甜和霸总那一套，就是欢喜冤家变成正式的，演那种爱却得不到的情节。这部剧摒弃了所有老套的东西，实实在在展现了飞行员的真实生活。当下的影视领域中，角色设定往往是律师、某某集团总经理这类显得特别高大上的职位，专门演飞行员的题材，这可是头一回碰到。人设依据题材来，还挺让人觉得惊喜。男女主从事飞行工作，一个是经验丰富的老牌机长，一个是满怀热忱、潇洒不羁的活力飞行员。2人意外成了师徒，踏上了从相互不理解到一起并肩作战的道路。在现实生活里，当飞行员的人特别少，谈论的人也不多，这职业就变得挺冷门了。相反，大家对飞行员的生活状况挺好奇的，这部剧实实在在地展现了飞行员这个工作。原来，飞行员管理特别严，平常很少喝饮料，连熬夜都不行。人物形象丰富，让王凯来演男主，这剧肯定不一般。王凯这人不愿意炒作，所以他的名气可能没那么大。不过要是说起伪装者大江大河，大家就一下明白了。在这部剧里，王凯演的男主特别别扭，
工作状态跟私下里完全不一样。工作的时候，他就是个计划狂魔，拼命做计划，还特别古板严厉，啥都要管。学员头发长点，他都得唠叨几句，从他身上就只能觉出冷酷和威严。可在私下，他却变成了暖心的大哥哥。女主碰巧租了男主家的房子，他俩一直通过手机联系。男主对这个租客那是有求必应，有问必回，生活里和私下中差别特别大。这也表明男主属于外表冷淡内心火热的那种人。男主这性格跟他成长的经历是有关系的，他那么严厉，是因为前女友坐的飞机出过事故，所以他对事故特别敏感，使劲让学员增强自身素养，把专业水平提上去，提前做好防范。不过女主这人特别桀骜不驯，啥都不怕往前冲，所以男女主刚见面那会，彼此都看不上眼。当下这部剧结束了，好久不见的谭松韵又给咱带来了惊喜，估计她的事业会因为这部剧更上一层台阶。2. 谭松韵又一新剧定档，演员阵容不错，看到男主后有剧可追了。谭松韵向来都是大伙挺喜欢的艺人，不搞绯闻炒作那一套，就老老实实演戏，给大家贡献了不少口碑不错的作品。他还敢尝试各种题材，不窝在舒适圈里，每回都向新角色发起挑战，每次出现在大家跟前都展现出自己最佳的状态。上半年热映的《请叫我总监》实实在在让谭松韵来了个漂亮的大翻身。就因为她长着一张天生的娃娃脸，大家就有了固有印象，认为她只适合演学生题材的剧，觉得青春校园剧跟她更搭，古装剧也更适合她。毕竟在《以家之名》里，谭松韵演的李尖尖太出彩了，这就让大家用带着偏见的眼光看谭松韵了。然而请叫我总监这部职场剧一开始没被大家看好，觉得谭松韵演不出投行精英的那种霸气，就像剧中杨小阳说的，穿上高跟鞋气质都不一样了，都不敢认。这部剧感情线没大家想的那么多，可谭松韵和林更新点到即止的爱情却让人很喜欢，配角选的也很棒。虽说有职场反派，但最后也会自作自受。在谭松韵的待播剧里，《归晓》和《向风而航》这两部早就拍完啦，他跟景柏然、王凯这两大帅哥合作，真的特别让人期待。虽说这两部一直没定下开播的档期，不过谭松韵的献礼剧《我们这10年之心之所向》倒是提前和大家碰面了，还跟聂远合作，这下总算有剧能追啦。作为献礼剧的《我们这10年》，由11个单元构成，每个单元都有演技派参演。心之所向这一篇章的导演编剧是昂，这是昂头回执导农村题材的剧，他之前的作品是谍战剧《秋蝉》和家庭剧《婆婆的镯子》，制片人是刘峰，讲的是新时代新青年舍弃都市生活，逆袭回到农村的事儿。依据90后女孩王韵的事情改编，搞起智慧农业。80后郎学渊也放弃大城市日子，回乡用无人插秧机插秧，这都充分展现了年轻一代的聪明才智。给大家展现出来的是江南小镇新叶谷村，有10里荷塘，到处弥漫着稻香这样的美丽画面。谭松韵演的是李新妖，就预告片而言，她戴着草帽，拿着工具在田里干活呢，微风一刮，把她帽檐轻轻吹起来了些，可脸上还是那灿烂的笑。聂远演的是方新维，成天在农田里干活，戴着遮阳帽，肩膀上搭着擦汗的毛巾，皮肤晒得黢黑，可脸上收获的那份喜悦却是藏不住的。今年在民国剧《传家》里，聂远演的大姐夫席维安这个角色广受称赞。本来以为会是那种油腻的军阀形象，没想到被他演绎的特别招人喜欢，既能抵御外敌，又能护着娇妻，偶尔来点小浪漫，看似土的不行，可满满的都是真心。董永在剧里演的是沈毅，他可是个实力派演员呢，
在不少当代涉案剧里都能看到他，像在《罚罪》里，他演了长征的养父长飞，把长征这个儿子教导得特别好，让他懂得善恶，明白是非。另外，黄品源、王永泉、于慧等人加入了我们这10年之心之所向，好多当地百姓也参与到这部剧的拍摄当中。10月10日，江苏卫视、浙江卫视、东方卫视这3家电视台要上新开播啦！你有没有准备好追谭松韵的这部新戏呀？